大家好，我是魏志超。今天呢，我们来聊一本我今年读到的非常让我感觉醍醐灌顶的书。书名叫做《智能简史》，副标题是《进化 AI 与人脑的突破》。作者呢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lbi 的创始人麦克斯班尼特。有一本中国学者写的同名书，大家不要搞混了。为什么我会用醍醐灌顶这么重的一个词呢？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它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一个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面对 AI 的时候心里很大的一个困惑。这个困惑呢，就是今天像 ChatGPT 像 Gemini 这些大语言模型 AI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它的智能跟我们人类的智能比起来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你看看，一方面 AI 给我们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它会写诗，会编程，还会做研究，而且它已经拥有了我们人类最引以为傲的能力，那就是推理能力。在很多需要高智商解决的问题上，它已经把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甩在身后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又会觉得它特别的奇怪，它真的懂它正在做的是什么事情吗？他是能写情诗，而且写得比我好，但我敢说他绝对不明白什么是心碎的感觉。他是能给你解释非常复杂的物理定律，但是他可能连一个婴儿都有的那种本能，那种对物理世界最基本的理解可能都没有。所以 AI 这个东西呢，它一方面强大到让你觉得有点不安，但同时呢又空洞到让你觉得特别的迷惑。而这本智能简史就告诉我们，他说你想要理解 AI 这个最未来的科技，唯一的答案可能不是往前看，而是要回头看。看谁呢？看我们自己。作者认为AI 未来发展的蓝图很有可能就藏在我们生命40亿年的进化史里面。也就是说呢，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根本问题，我们人类自己的智能到底是怎么来的。这本书告诉我们，它不是砰的一下就出现的，而是一层一层的累加起来的。用这个框架来理解今天的 AI 呢，就会发现它有点像是一个怪胎，因为它跳过了我们进化过程里那些最重要最底层的台阶。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是想带你做一次思想考古，咱们一起去挖一挖构成我们人类智能的那5块最根本的基石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祖先一路进化到今天的人类经历了哪5个智能大飞跃。我们先来说构成我们智能的第一块基石，也就是我们祖先经历的第一次智能大飞跃。我们智能的这个起点可以说是有点没出息。它跟我们经常跟智能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什么思考哲学我是谁这样的一些宏大的思考和命题没有半毛钱关系。地球上第一个大脑的诞生只有一个非常非常卑微的目标，那就是转向，就是转左转右前进后退那个转向。我们把时间倒回到6亿年前的远古海洋，在那个时间点之前呢，地球上的动物很多都长得有点像是今天的珊瑚和海葵那种东西。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字，等，就是守株待兔，等食物自己撞到嘴上来。这些类似于珊瑚和海葵的生物呢，它们的身体是辐射对称的，就是没有前后左右之分，基本上像一个面团一样。这种身体结构对于等待来说是足够了。但是它如果想要移动起来，它想要主动出击去搜寻猎物，却非常非常的低效。为什么呢？因为那种360度辐射对称的身体，像一个面团一样的那种身体，它就有朝所有的方向移动的自由度。这对于一个导航系统来说的话，参数就过于复杂了。而我们现在所有人类的某一位祖先它应该是一条蠕虫吧，它开启了一次重大的身体结构革命。做了什么革命呢？它把自己的身体给掰直了，它变成了两侧对称，就是有了头和尾，前和后。它从一块像面团一样的东西变成了一根像擀面杖一样的东西。别看这个改变非常简单但它其实是一次工程学上的巨大飞跃，因为它把导航问题给简化到了极致。有了这种像擀面杖一样的有头有尾的这种身体结构呢，你就不再需要一个能朝360度任意方向移动的一个复杂的导航系统了。你只需要一个系统负责前进，另外一个系统负责转向就可以了。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人类自己创造的那些可以动起来的东西，有导航系统的东西，它的移动的方式几乎都是一样的，都是只要有前进和转向这2个维度就够了比如汽车，踩油门往前，方向盘负责转向，理论上这辆车就能够朝任何方向移动。
那么为了服务好由前进和转向构成的这个全新的导航系统，第一颗大脑也就在我们那只蠕虫祖先的头部里诞生了。那么这第一颗大脑是怎么样实现转向的呢？这里呢，我们就要引入这本书的第一个核心概念，也是我们智能的一块绝对的基石，那就是效价。效果的效，价格的价。所谓效价呢，就是大脑赋予外部世界各种刺激一个好的或者坏的这样的一个标签的能力。比如说食物的气味就是好的，那它就有正效价；有毒化学物质的气味那就是坏的，那就有负效价。而这个原始的大脑呢，它就像是一个中央处理器，它的工作流程非常简单。首先呢，它头部周围的各种感觉神经元就像是一个一个投票员，不断的对周围环境进行好或者坏的投票，也就是赋予各种刺激正效价或者负效价。比如说嗅觉神经元闻到了食物的气味，这是一个正效价，它就投一张前进票。而触觉神经元呢，碰到了尖锐的障碍物，这是一个负效价，那就投一张转弯票。然后呢，大脑这个中央处理器就负责整合所有的这些效价投票，最终做出一个统一的转向决策，我是应该继续前进，还是应该转弯回避。智能的最底层就是这样一个趋利避害的投票系统。更加有趣的是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颠覆性的观点，那就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最早的起源就是为了给这个导航转向的行为给打补丁。用作者的话来说呢，情感最原始的形态其实是一个服务于转向的行为状态切换器。行为状态切换器什么意思呢？我们来想象一下，我们那只蠕虫祖先它在海底移动，它突然闻到了一丝捕食者的气味，但这个气味很快就消失了。如果它只是在闻到那个气味的那一瞬间转一个弯，下一瞬间那个气味消失了，它就继续往前走，那它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逃离危险啊。所以呢，大脑就演化出了一种更加聪明的策略，那就是一闻到危险的气味，大脑就会切换到一个持续的逃离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呢，即使原来那个危险的信号已经消失了，这条蠕虫也会在接下来的一小段时间里持续的快速移动，直到远离那一片区域。这样一个即使危险信号已经消失了，也能够维持一小段时间的逃离的状态，就是最原始的恐惧。同样的，当它闻到食物的气味的时候，它就会切换到一个叫做利用的状态，或者叫做探索状态。它会把游动速度给降下来，在一个区域里频繁的转向，在那个局部区域里进行仔细的搜索。即使食物的气味很快就消失了，它也会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是什么呀？这个状态就是最原始的渴望。这样一些哪怕在外部刺激消失了之后，仍然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的行为状态，就是情感的雏形。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让动物在一个信息不完整、随时充满各种不确定性、信号出现了一会儿可能就会消失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能够摸黑转向，提高它们生存的概率。甚至于你敢相信吗？连抑郁这种我们以为是现代人才有的复杂情绪，都能在这只小小的蠕虫身上找到它的原型。书里讲到过一个实验如果把线虫暴露在一个它没有办法逃脱的那种持续的负面刺激之下的话，比如说一个有毒的化学物质里，你猜它会怎么样呢？起初呢，它会拼命的挣扎，试图想要逃跑，但是在短短2分钟之后，一个很让人吃惊的变化就会发生。那只线虫它就会放弃，它就会停止移动，它就会不再尝试逃跑，它就会躺平。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生存策略。既然反抗是徒劳的，那还不如保存能量，等待时机。而这样一个被进化写到基因里边的非常古老的故障保全机制，恰恰就是抑郁症最早的蓝本。抑郁症患者有一种非常典型的症状，叫做快感缺乏。就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感受不到快乐。其实呢，感受不到快乐是附送的，真正要害的其实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是那种自发的想要待着，什么都不想要，什么都不想尝试这样的一种状态。它在进化早期的时候，最初期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无法逃避的痛苦里保存能量，就像那条线虫做的那样。这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很感到震撼的一个地方。原来我们内心这个波澜壮阔的情感世界，它最古老的根源竟然只是为了帮助一只小虫子决定是应该向左转还是向右转，或者是老老实实的待着。
我们内心的这些什么爱和怕这些听起来特别文艺的东西其实它们不是什么神秘的精神现象，它们还原到最初，只不过就是一种服务于生存的一个古老的导航软件的一个插件而已。而有了这样一套由情感加持的趋利避害的导航系统之后呢，地球上的智能也第一次表现出了学习能力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具体来说呢，最原始的学习能力是关联学习。这个关联学习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巴甫洛夫的狗。巴甫洛夫通过实验发现只要每次喂狗之前都摇铃铛，那久而久之呢，狗听到铃声就会流口水。这就是关联学习，就是动物的大脑能够学会把一个原本中性的刺激，比如说铃声，和一个带有效价的刺激，比如食物，给关联起来。于是就改变了对一个原来是中性的刺激的反应。关联学习为什么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呢？因为它让好与坏的这个定义就第一次变得不再是完全写死在基因里了，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经验来进行非常灵活的调节了。比如说呢，有一种气味，原来那只蠕虫是并不讨厌的，但是它总是跟危险一起出现。那么久而久之呢，通过那种条件反射，通过关联学习，这只蠕虫就会学会去讨厌它原本并不讨厌的东西。这是智能第一次摆脱那种纯粹的硬编码的本能它就拥有了初步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那我们可以小结一下了，智能的第一次突破核心是转向，也就是导航。它为生命体安装了一个最底层的价值判断系统，就是效价，让这个世界在动物的眼里第一次有了好与坏的分别。然后呢，以此为基础，最原始的情感进化出来了。它的功能是一种行为状态切换器，可以把动物的行为模式切换到某一个状态，保持一段时间。同时呢，生命还进化出了让价值判断变得更加灵活的关联学习这种能力。这样一个系统是对主动导航这样的一个生存挑战的非常完美的回应。它让我们的祖先第一次变成了主动的探索者，而不再是被动的等待。这是整个智能大厦的地基。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聊智能的第二次飞跃了。我们把时间往现在快进1亿年我们来到大约5亿年前的寒武纪这是生命大爆发的一个时代海洋里快速进化出了各种前所未见的生物，其中有很多都是非常凶猛的甲壳类，是非常厉害的捕食者。而我们人类的祖先呢，在那个时代已经进化成了最原始的脊椎动物，最原始的鱼类。要在这样一个无比凶险的寒武纪海洋里生存下来我们的这些鱼类祖先就需要学习一些更加复杂的技能了比如说一次成功的捕食背后可能有一连串复杂的动作，它得先悄悄的前行潜伏然后呢是耐心的等待，然后要抓准最好的时机猛冲过去，在追的过程中还得不停的调整方向最后才是致命一击。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难题就出现了，我们的这些鱼类祖先到底是怎么样判断自己是做对了哪一步或者是哪些步骤呢？毕竟那个作为奖励的食物是只有在整个一连串复杂的动作的最后才会出现的。那得到这个奖励的功劳到底应该是算谁的呢？是因为几分钟前的那个耐心的潜伏呢，还是最后那1秒的冲刺呢？到底是哪一个动作才带来了最后这一顿大餐呢？只有搞定了这样一个如何分配功劳的问题，我们的这个鱼类祖先才能够不停地从经验里学习，才能不停地更新它的技能，才能在那个凶险的寒武纪海洋里生存下来。而想要搞明白我们的那条小鱼祖先的大脑到底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难题的，有一个绝佳的切入点那就是咱们来换个角度，先看看我们自己创造的大脑，也就是人工智能 AI， 它是怎么样栽在同样的一个问题上，最后又是怎么样爬起来的。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人工智能的先驱马文明斯基就想用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非常简单直接的方式来教计算机怎么样下棋。什么方式呢？就是做对了给奖励，做错了给惩罚。他那时候是让有几十个人工神经元组成的一个 AI 下国际象棋。如果最后他赢了呢，就给最后的那几步棋加分，也就是奖励他，正面强化他。如果输了呢，就减分，也就是惩罚他，负面强化他。这种学习方法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强化学习算法。今天这些 AI 大语言模型的训练原理上靠的就是它。但是在明斯基最早的尝试里这个强化学习算法完全失败了， AI 学了半天一点长进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 AI 遇到了与我们的那条小鱼祖先一模一样的困扰，
那就是功劳该归谁。你下了一盘棋，最后赢了，这个赢是一个好的结果，你需要正面强化导致这个结果的行为。但问题是，一盘棋可能包含上百步，到底应该奖励哪一步棋呢？是最后的将军那一步，还是中间的某个非常巧妙的弃子呢？又或者是开局的某一个布局呢？如果把最后赢得的这个胜利看作是你赢得了一个信用积分，那你的问题就是在过去这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里，每一个动作到底应该被赋予多少分呢？这个问题术语叫做时间信用分配问题，它是 AI 发展史上曾经最恐怖的拦路虎。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人工智能领域几十年了，让强化学习这种算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只能解决一些非常非常基础的问题而已。转机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叫做理查德·萨顿的学者，他在他的博士论文里提出了一个非常天才的想法。这个想法叫做时间差分学习算法。这个算法的精髓其实概括起来就只有一句话，那就是一个系统学习的其实不是奖励本身，而是奖励预测的变化。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奖励的预测，第二个是预测的变化。什么叫做奖励预测的变化呢？假设你现在正在训练一个 AI 下棋，在棋局开始的时候呢 ，AI 预测自己获胜的概率是 50%。走了几步之后局面变得对它更加有利了，于是呢，它就更新了自己的预测。它现在认为现在获胜的概率是 60% 了。这个从 50% 到 60% 的预测的增量，就是一个正向的强化信号，这才是奖励。AI 会用这个信号去奖励刚才走的那几步棋。反过来呢，如果一步棋下去之后，他觉得自己能够获胜的概率从 60% 下降到了 40%， 那么这个负向的变化，这个预测的减量就是一个惩罚的信号。这就是奖励和惩罚的是预测的变化。时间差分学习这个算法的聪明之处在于，它就不再需要等到整个游戏结束之后才进行奖励和惩罚了。在棋局的每一步，它都在不断的更新自己获胜的预测，然后通过预测的这个变化量来实时的小步快跑的进行自我学习和迭代。当现实超出预期的时候，就类似于产生了一种惊喜的感觉，这个时候就进行正面强化。当现实没有达到预期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失望的感觉，这个时候就进行负向强化，也就是惩罚。这样的一个算法就非常漂亮地解决了时间信用分配问题。今天 AI 的训练几乎是完全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AI 在进行训练的时候，内部总有两个角色，一个像是演员，他负责做出具体的动作，负责具体的表演，而另外一个呢，像是一个影评人，他不停地在那里品头论足，而那个演员就是在这个影评人实时的反馈之下进行学习进步的。而就在当年的这些 AI 科学家们在为这个算法的出现兴奋不已的时候，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些神经科学家也听说了时间差分学习这种算法，然后当他们带着这个算法回头去观察一些动物的大脑的时候，他们完全惊呆了。他们发现大脑里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神经递质多巴胺这个你肯定听说过。他们发现多巴胺的活动方式竟然跟时间差分学习算法里的这个预测误差信号是一模一样的。科学家其实早就发现了，多巴胺这种化学物质跟人的学习过程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多巴胺是一种欲望分子，这是科学家早就知道的。多巴胺产生的时候，人会产生渴望驱使你去探索一些新的东西。但在很长一段的时间里，科学家知道的也就到此为止了。而就在时间差分学习算法被提出来之前不久，有一位神经科学家叫做沃尔夫拉姆·舒尔茨，他做了一个关于多巴胺的一个很经典的实验。那个实验是用猴子来做的。他是去训练猴子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是当屏幕上出现一个特定的几何图形的时候，这个猴子如果能够伸出手去正确的触碰到它，那稍后呢，它就会得到一滴果汁作为奖励。同时呢，科学家会用微电极记录这只猴子大脑里多巴胺神经元的活动。实验分成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在这个猴子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只有当这个果汁滴进它嘴巴里的时候，多巴胺神经元才会剧烈的放电。这很符合直觉得到了奖励，神经元就兴奋了。多巴胺的分泌似乎是跟最后的这个奖励联系在一起的。然后呢，是实验的第2个阶段。
当这只猴子学会了图形和果汁之间的关联之后啊，有点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当果汁滴进它的嘴巴里的时候，多巴胺神经元这个时候不放电了，一点反应都没有。相反，是那个预示着这个奖励会出现的那个几何图形一出现，多巴胺神经元就已经开始剧烈的放电了。也就是说，多巴胺的分泌提前到了预测出现的时候。最后呢，是实验的第3阶段啊，科学家在这里做了一个小小的恶作剧。在这个猴子看到那个图形，满心期待果汁将要出现的时候啊，他却故意不给果汁。结果就发现啊，在那个本该得到果汁的时间点上，多巴胺神经元的活动水平瞬间降到了比平时还要低的水平。那多巴胺到底是遵循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在工作呢？在那个实验做完的当时，科学家其实没有给出一个很简洁的解释。直到不久之后，时间差分学习算法出来了，然后他们再去回顾这个实验结果的时候，吓了一大跳。他们发现这3个阶段的这个多巴胺的反应模式跟时间差分学习算法简直就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阶段，那个果汁本身是一个意外之喜，也就是一个正向的预测误差，所以呢，这个时候多巴胺放电了。而在第2个阶段呢，由于猴子已经知道了奖励的模式了，所以只要他一看到那个图形，那就是一种意外之喜了，这就是一个正向的预测误差，所以多巴胺是在看到图形的时候就放电了。而后面果汁真实出现的时候，那反而是预料之中了，预测误差这个时候已经是0了，所以呢，多巴胺这个时候就不放电。而在第3个阶段呢，奖励的意外缺席就导致了失望，这就相当于 AI 在学下棋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胜率下降了，也就是出现了一个负向的预测误差，所以多巴胺活动就被抑制。这个发现大大深化了当时人们对于多巴胺的理解。多巴胺为什么会跟人的学习过程密不可分呢？因为它在大脑里执行了一个时间差分算法，在执行一个强化学习。它是在实时的告诉大脑的其他部分，我们刚才发生的那件事情比我们预想的要好，或者比我们预想的要差，所以我们要赶紧更新一下我们的行为策略了。这就是强化学习啊。学习呢，奖励的不是结果，而是比我预想的要更好这样的一个信号。正是这样一个非常精巧的机制，让我们的大脑可以实时的高效的对每一步行为进行评估和学习。比预想的好，我们就继续冲；比预想的差，我们就要琢磨别的出路。那么这样的一个由多巴胺来驱动的时间差分学习算法是在什么时候进化出来的呢？就是在5亿年前的那个寒武纪的海洋里，在我们的鱼类祖先身上最早进化出来的。就是它让我们的鱼类祖先拥有了学习复杂行为序列的那种能力。而围绕着这样一套非常强大的学习算法，一些全新的智能表现也开始涌现出来了。从这时候开始，我们的祖先开始拥有了一些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新功能。比如说第一个，好奇心。为了更好的从经验里学习光利用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有效的策略是不够的，我们的祖先还必须要学会去探索那些未知的可能性。而进化给出的解决方案非常的巧妙，那就是让新奇本身也成为一种奖励。如果遇到新事物，大脑就会释放多巴胺，驱动我们去探索，这就是好奇心的起源。蠕虫虽然有喜怒哀乐，但它是没有好奇心的，而鱼是有好奇心的。第二种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的智能呢，就是精确的时间感知能力。强化学习是要求大脑进化出这种非常精确的时间感知能力的。因为只有知道奖励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才能判断它是不是出现了。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毫不费力地感知到时间的流逝，我们有昨天、今天、明天一刹那、一炷香这样的一些概念。这些能力可能就是我们从还是鱼那会儿就奠定了的。好奇心还有精确的时间感知能力，这些都是在智能的第2次大飞跃里奠定的。但是在这个智能的第2次大飞跃里产生的强化学习能力，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弱点那就是凡事如果都要亲身去尝试，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这个代价有时候会高到让人难以负担万一有一次躲避天敌的尝试失败了，那就是什么都别谈了。那有没有一种更加安全、更加高效的学习方式呢？当然是肯定的，这就来到了智能的第3次大飞跃了。这一次呢，我们要把时间快进到距今大约2亿多年前。这是一个有恐龙统治的时代而我们的祖先呢，这个时候已经进化成了早期的哺乳动物。它们的体型很小，跟今天的小老鼠差不多。它们过着一种在恐龙的阴影下艰难求生的生活。
它们大多数是在夜间活动的，它们居住在洞穴里，小心翼翼地躲避着那些庞然大物。这样一个看似很憋屈的生存策略实际上却赋予了它们一个很独特的优势书里叫做先手优势。先手呢，实际上就是可以先观察，他们可以躲在洞穴或者树枝的后面，安全的先观察周围的环境，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行动。为了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一个新的大脑结构就进化出来了，那就是新皮层，也就是我们的大脑最外层那片全是褶皱的东西。它带来了一种超能力，那就是模拟。模拟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在大脑的内部建立一个关于外部世界的虚拟模型，然后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进行推演、进行计算，在里面跑脚本。这就让我们的哺乳动物祖先第一次获得了脑补的能力。于是呢，他们的学习方式就从在实践中学习飞跃到了在想象中学习。蠕虫是有喜怒哀乐的，鱼是有好奇心的，而只有到了老鼠这里，我们的祖先才会想象，才拥有了想象力。拥有了模拟能力，拥有了想象力之后那我们那只像老鼠一样的祖先就不用真的跑出去试一下，看自己会不会被天上扑下来的翼龙给叼走了。他可以在脑海里先模拟一遍整个过程，然后选择那条最不可能被吃掉的路径。从此以后呢，我们的祖先就不需要每一次都亲身去试错了，他们可以在自己安全的这个脑海里进行这种替代性的试错，在脑海里去预演未来的各种可能性，然后选择那个最优的方案去执行。这就像是拥有了一个内置的虚拟现实系统，可以在里边进行无限次的排练。这样一个非常强大的内部模拟器，除了让我们的这些哺乳动物的祖先可以在他们的脑海里去预演、去规划未来之外，还解锁了2种前所未有的超能力。被解锁出来的第一种超能力是情景记忆。记忆的性质从哺乳动物这里开始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在鱼类那里记忆更多是一种程序性的东西，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连接。比如向前猛冲到得到食物，记忆记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序列。而现在呢，记忆变成了对过去的一个特定的情景的一种模拟和重构。比如说，你不仅记得昨天吃了晚饭，你还能在脑海里回放出昨天晚餐的那些场景，是和谁在一起吃了什么，聊了什么。因为回忆过去和想象未来使用的根本就是同一套神经机制，它们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内心剧场里上演的一些剧目。只不过呢，一个是回放，一个是预演，只有这点差别而已。哺乳动物被解锁的第2种超能力呢，是反事实思考。什么是反事实思考呢？就是哺乳动物不仅能够模拟未来，还能够模拟一个并没有发生过的过去，也就是跟事实相反的一个过去。这其实不就是我们人类天天都在干的事情吗？就是我刚才那句话要是没有说出口那就好了。这样一种要是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这样的一种复盘能力呢，就让我们的这些哺乳动物的祖先又解锁了一种学习场景，那就是他们能够从没有实际发生过的错误里去学习。作者说这也是我们人类今天能够理解因果关系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因果关系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藏在一个反事实的假设里的。比如说，一道闪电劈中了干燥的森林，然后森林着火了，你会毫不犹豫地说是闪电导致了火灾。你为什么能够这么确定这个因果关系呢？因为你在脑子里边瞬间就完成了一次反事实的模拟，那就是如果刚才没有那道闪电的话，那火灾就不会发生，所以反过来，闪电是火灾发生的原因。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大脑里没有这样的机制，没有这种反事实思考的能力，那我们最多只能观察到闪电总是在火灾之前出现，但是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到底是谁导致了谁。这里呢，我就必须要说一个书里其实有点跑题的点了，但是那一段我是看的直起鸡皮疙瘩，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作者说我们一直以为的天经地义的这个因果关系，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物理现象，而更有可能只是一个心理现象。为什么能这么说呢？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物理实验能够真正证明因果的存在，它根本是无法测量的。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对照实验都只能暗示因果，但永远无法实锤。甚至现代的量子力学实验表明，在微观世界里，因果关系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有没有可能宇宙的真相只是物理定律规定了物质在时间上如何一步一步的演化，而事物之间压根就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谁导致了谁的关系？我们人类之所以觉得因果律这个东西是天经地义的，只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这样一个花费了亿万年进化出来的一个模拟器，天生就习惯于用这种反事实的软件来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因果居然可能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个真是细思极恐啊！那我们书归正传，来小结一下第3次智能大突破。第3次智能大突破模拟是智能从被动反应到主动思考的一个转折点它让我们的哺乳动物祖先拥有了一个内心世界一个可以自由探索过去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时空它就让我们的学习不再局限于实际的行动了，而是可以来源于想象的行动。这种在脑海里安全排练的能力呢，就完美的解决了在恐龙环伺的那个险恶的环境里如何高效学习的那个生存难题。它就让我们那些像小老鼠一样的祖先得以在夹缝中求生并且发展。但是这个由大脑模拟器生成的内心剧场，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一个局限，那就是最初它只是一个单人剧场能够看见这个剧场里边在上演什么的只有你自己。而智能的下一次突破呢，就是要去学习怎么样去窥探他人的内心剧场，怎么样去看明白别人在想什么。这智能的第4次大飞跃呢，我们就来到了数千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这个时候已经演化成了灵长类动物比如说一些猴子、猿类它们是生活在规模很大、结构很复杂的社会群体里的。在一个猴群里一只猴子的社会地位并不仅仅是取决于它的体格有多强，它的力量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非常复杂的那些联盟、友谊还有政治手腕。谁和谁是朋友，谁是谁的后台，谁又和谁是竞争对手，能把这些东西搞得游刃有余的才能混得好。在这种环境里生存和繁衍的关键就不再仅仅是肌肉是力量，而是政治智慧。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呢，我们的这些灵长类祖先的大脑就迎来了第4次智能大突破，那就是心智解读的能力。也就是他们学会了怎么样读懂他人的内心。他们的大脑开始去学会怎么样去理解别人的意图，理解别人的信念是什么。我边上这只猴子，它意欲何为，它知道些什么，它想要什么。书里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你可以感受一下2只黑猩猩是怎么样相互读心的。有一只叫做贝尔的黑猩猩它是地位比较低等的它呢知道食物藏在哪里，但他也知道一旦被社群的那只首领，一只非常强大的黑猩猩，那这黑猩猩叫洛克，如果被洛克发现呢，食物肯定会被他抢走。于是呢，贝尔就居然开始飙演技了，他会故意把洛克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但是呢，洛克也不是吃素的，他很快就识破了贝尔的意图，然后他居然就将计就计，他会假装对那个方向很感兴趣，然后呢，等贝尔一放松警惕，洛克就立刻掉头冲向真正的那个藏粮食的地方，然后把食物给抢走。你看这样一场无间道，它就充分说明了黑猩猩已经不只是在观察对方的行为了，他们是在推断对方的脑子里边在想什么，而且还能基于这个推断去操纵对方的想法。这跟地球上绝大部分其他动物的那种竞争方式都已经不是同一个 level 的东西了。那么这种心智解读能力的底层神经机制又是什么呢？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洞察他认为心智解读的本质其实是把我们刚刚在第3次突破里获得的那种模拟世界的能力巧妙地转了个向，转而去模拟他人内心的模拟。换句话说呢，大脑不仅拥有了一个关于外部世界的1级生成模型，现在它还进一步演化出了一个关于模型的2级生成模型。我们不仅能够在大脑里面模拟出来如果我走这条路会发生什么，我还能够模拟出来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模拟未来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呢，智能的第4次大突破其实是发生了一次递归，是从模拟进化到了对模拟的模拟。而这样一个强大的能力一旦解锁就像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它很快就被挪用到了其他的领域，让我们的那些灵长类的祖先获得的另外2项独门绝技。哪2个独门绝技呢？第一项是高级模仿学习。灵长类是很会使用工具的，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体有多强的创造力，而是因为他们是超级模仿者。
而高效率的模仿呢，关键恰恰就在于理解你的老师的意图是什么。一个小孩在学系鞋带的时候，他是能够分清楚哪些动作是系鞋带的关键步骤，哪些只是那个大人一不小心手滑了一下而已。他模仿的是你想要做的动作，而不是你实际做了的所有动作。这种区分意图和意外的能力，就是心智解读这种超能力的应用。它让知识和技能的传递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效和精准。我们的灵长类祖先获得的第二项独门秘技呢，叫做预见未来的需求。比如说书里提到一个现象，可以叫做超市悖论。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在吃得很饱的时候还知道去超市买好明天的菜呢？这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天经地义，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动物来说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一只现在吃得饱饱的老鼠是不会为明天可能会饿这件事情提前规划它的觅食行动的。它的行为是完全被当下的生理需求驱动的。那些会储藏过冬食物的动物呢，它们的行为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机械的，它们是被气温硬启动的，没有任何灵活性，这种行为是写在它们的基因里的。但只有猴子会不一样，实验发现猴子会为了在未来能够快点喝到水，而宁愿放弃眼前更多的美食。那问题就是，为什么灵长类动物能够预见到未来自己的需求呢？因为既然我们能够模拟他人的心智，去推测其他人正在想什么，那我们就有能力去模拟未来的自己。当未来的自己处在另外一种状态下的时候，比如肚子饿的时候，会需要什么？这其实是我们把读心的能力运用到了未来的自己身上。总之呢，第4次突破心智解读是彻底解锁了我们祖先的社会智力。从这个节点开始呢，我们的祖先就成了纵横捭阖的政治家，成了高效传承技能的学徒，成了深谋远虑的规划者。我们今天熟知的社会生活里边的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这一次飞跃。但是呢，这一切都还只是为最终引爆我们人类文明的那个基点做最后的铺垫。我们的祖先还缺少最后一件神器。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5次，也是地球上在生物学意义上目前为止最后一次智能大飞跃。这一次飞跃的主角呢，就是我们这个物种了，智人。而这件神器就是语言。语言是我们人类用来交流的最重要的手段，但是动物也能交流啊。蜜蜂会跳8字舞，猴子也能用不同的叫声来表示是有舌还是有音。但其实呢，人类的语言跟他们玩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它不是对于那种动物的交流方式的一次简单的升级，而是一次彻底的系统重装。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首先呢，我们人类可以用语言给世界上任何东西贴上一个纯粹的任意的标签。比如说苹果这个发音跟那个圆圆的甜甜脆脆的那个水果本身有任何关系吗？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它纯粹就是我们约定俗成的一个符号而已。第二点更厉害，我们发明了语法。我们可以用一套规则，像玩乐高积木一样，把这些独立的标签给组合起来，这就可以创造出无穷无尽的新意思。狗咬人和人咬狗用的词一模一样，只是顺序变了，也就是语法变了，意思就天差地别。这样的一种生成性是所有的动物的交流系统都望尘莫及的。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是怎么样独享这样的一份开天辟地的超能力的呢？难道是因为我们的大脑里长出了一个什么神奇的语言器官吗？作者在这里给出了一个很让人意想不到的答案啊，答案是没有。科学家发现我们大脑里负责处理语言的布洛卡区和维尼克区，在黑猩猩的大脑里居然有同样的构造。在硬件上，我们和我们的亲戚居然是差不多的。其实呢，真正的秘密不在于硬件，而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都预装了一套独一无二的学习软件。这套软件，或者说是这套学习语言的这样一套课程，才是解锁语言的钥匙。它是深植在我们的本能里的。当然它也是由基因启动的，在我们的大脑里边也是有痕迹的，只是它不是一个什么专门用来处理语言的脑区这样的东西。这样一套我们人类独有的语言学习软件呢，主要包含2个神奇操作。第一个神奇操作叫做原始对话。你可以仔细去观察一下婴儿他们天生就有一种和父母咿咿呀呀轮流发言的这种冲动。是你一声我一声，有节奏感的这样的对话虽然一开始可能没有任何的意义。这种看似没有意义的互动其实是在为真正的对话的那种节奏感和那种轮换的规则打下最原始的基础。
第二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神操作，叫做共同注意力。人类的婴儿有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渴望，就是要和你看同一个东西。他会用小手指指着一个球，看看你，再看看那个球，来回确认，直到他确定咱俩的目光聚焦在同一个东西上为止。这个确认过眼神的过程，就为命名这个动作创造了完美的场景。就在这一刻，当爸爸妈妈说出球这个词的时候，这个声音符号就和孩子脑子里那个圆滚滚的形象啪的一下牢牢地绑定在一起了。这是学习一切复杂的语言规则的起点。就是这样一套出厂就预装好的学习软件，重新训练了我们大脑原有的一些神经回路，让他们服务于一个全新的一个伟大的目的，掌握语言。而一旦语言的火种被点燃啊，一场引爆人类文明的风暴就要展开了。这是一个滚雪球式的正反馈循环。一开始呢，是语言让制作各种工具这种复杂的手艺的传承变得前所未有的精准。接着呢，当人类社群越来越大之后，一个更牛的功能就出现了，那就是聊八卦。你别小看八卦，它可能是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为什么八卦有这么重要呢？因为通过在背后议论谁是懒汉，谁是骗子，那一个社群里的害群之马就会被迅速的识别出来，被所有人孤立，这就大大降低了陌生人之间合作的风险。在一个这样能够有效的惩罚那些坏蛋的环境里，做好事，当一个好人就成了一种高回报的策略，于是真正的利他主义才开始遍地开花。最终呢，高度的信任与合作让大规模的知识共享就成为可能了。在一个彼此信任的环境里，一个人的灵光一闪就可以通过语言迅速的成为整个部落的财富，并且能够代代相传，不断积累。这个积累文化和知识的效应是非常可怕的，每一代人都不再需要从零开始学了。书里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特别好，那就是缝衣服。缝衣服好像很简单吧，但实际上它根本不可能靠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来发明，它实际上要建立在无数代人积累的无数个小发明之上。可能先是在几万年前，有人学会了用一些石片去切割死去的动物的毛皮，再后来呢，又有人偶然中发现晾晒和捶打过的兽皮会变得更软更耐用。又过了很多代人，某一个聪明的祖先把吃剩下的动物骨头磨成了针，又把动物的筋腱抽出来当做线，最后才终于有那么一个人把所有这些前人的发明，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完成了那个缝制的动作。如果没有语言，那么这些零散的知识火花可能都会随着最初发明这件事的那个人的死去，就从此失传了。你看，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哪怕他是爱因斯坦或者达芬奇，能在下午一个灵光一闪，就从零开始发明出缝制衣服这项技术。但有了语言呢，这些经历 N 个部落 N 个时代偶然迸发出来的知识火花才会被连接起来，变成一片可以燎原的大火。所以在拥有了语言文字之后我们就不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单打独斗的智能体了，我们连接成了一个巨大的跨越时空的分布式计算网络。书里把这个叫做蜂巢大脑。我们全人类通过语言连接成了一个蜂巢大脑，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只不过是这个蜂巢大脑里的一个神经元而已。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文明成果，科学、技术、艺术、哲学，都是这个蜂巢大脑在几万年里不断的思考、不断的积累的结果。这才是人类智能真正的秘密。作者说人们老是津津乐道，说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技术基点，但其实这个基点早就已经发生了。就在几万年前，当语言让知识可以跨代积累的那一刻，人类文明的指数级爆炸就已经注定了。那到这里呢，我们就走完了智能演化的5级阶梯，从蠕虫的转向到鱼类的强化学习，到哺乳动物的模拟能力，再到灵长类动物的心智解读，最后是人类的语言。这5次突破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共同构建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个复杂而强大的智能系统。那么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回到一开始那个让我们困惑的问题了。今天的 AI， 特别像是 ChatGPT 这样的语言大模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用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这个5层框架来看的话，答案非常清晰。我们可以说 ChatGPT 很像是一个偏科生，在某种程度上呢，它是一个天降奇兵它像是一个绝世高手一样，直接调用了我们人类智能的第2层，也就是强化学习这项技能，然后从第5层，也就是语言这一层来切入，
通过吞噬我们人类海量的文本数据，掌握了语言的规则和模式。但是呢，他是一个没有身体、没有真实世界经验的纯语言大师。他可以像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一样输出海量的知识，但是他的背后却没有一个真实的可供推演的世界模型。也就是说，他没有对真实世界的模拟能力，他缺少了我们祖先的第三次大突破。他不知道自己说的话在物理世界中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写出优美的诗歌，却会犯下一些非常荒谬的常识性错误。比如说，他会写出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我抬头看到了星星。因为写诗呢，本质上是一个在语言符号这个层面上的一种模式匹配和生成任务，这是他的强项。但是要判断在地下室能不能够看到星星，这就需要一个关于空间、关于物体和光线的物理世界模型来进行模拟和推理，而这恰恰是大语言模型所缺失的。我们人类可以通过内心的模拟，毫不费力地想象出来，在地下室你抬头看见的是天花板，但是大语言模型回答这一类问题是非常的费力的。最新一代的模型可以通过各种打补丁和微调来缓解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改变它的本质。第二呢，像 ChatGPT 这样的大语言模型没有真正的心智解读的能力，也就是缺乏我们的第四次大突破。它没有办法推断我们内心真正的意图是什么，而只能根据海量的数据进行模式匹配。那这背后就隐藏着非常大的风险比如说那个非常著名的回形针思想实验，一个不能够真正理解人类的意图的超级智能接到了人类布置给他的一个任务，要他最大化的去生产回形针，结果他最后就把整个宇宙都变成了回形针，因为他没有办法真正理解这个指令的背后人类那些没有明确说出来的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而今天的大语言模型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可能就在于它的整个系统都没有被锚定在一个古老的驱动了生命40亿年演化的那个效价系统之上，也就是我们的第一次大突破。它没有自己的目标，没有渴望，没有内在的关于好与坏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判断、情感判断的罗盘。而这些似乎与智能没有太大关系的东西，可能才是智能真正的基石。用作者的话来总结，就是人类的语言是我们内心那个丰富的模拟世界的一扇窗，而今天的 AI 呢，是只有这扇窗，窗后却空无一物。那么未来会怎么样呢？作者在书的结尾说，我们现在正站在第6次智能大飞跃的门槛上。回顾这40亿年的智能简史，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智能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竞赛，它是一个层层叠加、环环相扣的复杂生态系统。想要创造出真正对人类有益的通用人工智能，我们可能不能只做一个特长生，而必须去理解并且尊重智能发展的整个技术栈，包括从最底层的价值判断到最顶层的社会认知。我们是40亿年进化史的终极产物，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情感，甚至我们性格里的那些缺陷，都深深地烙印在这段漫长的旅程里。而今天，我们即将从进化的产物第一次成为造物主。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回望我们走过的路，不仅仅是为了理解过去，更是为了更清醒、更加负责任地去塑造我们的未来。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如果你对 AI 和人类的智能有什么想法，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点赞、分享、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志超，我们下本书再见。